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又来到了大山里面。那最近一段时间，基本上我每天都在山里面到处转一转，拍摄的视频呢，基本上也是以农村的闲置房为主。很多朋友看了之后都说，赶快更新家里木房子装修的视频吧，大家都很想看看最后装修出来的效果究竟怎么样。那在年前的时候，我也给大家说过了，今年的视频拍摄方向会有一个调整，大部分应该都是去分享一些农村的闲置房为主，装修的视频偶尔的会去更新一些。那家里的房子装修好了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呢，又准备在河边改造一栋房子。这栋房子建差不多有20多年了，是前2年我在这边买下来的，所以说这栋房子目前就是属于我的了。整个房子的占地面积大概有500个平方左右。这栋房子的对面，也就是贵州大哥他们所租的房子，那边距离城里面也很近，环境也很好。但是贵州大哥他们呢，在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是回到贵州那边买了一栋闲置房，在那边花了差不多20-30万重新修建了一下，所以目前他们租的这栋房子呢，也是空出来了。如果有合适的，可能也会把这栋房子给转让出去。我买的这栋房子靠近河边，距离河边也就10来米左右，这边有一处码头。这个位置啊，是一个很好的钓位，平时钓友在这边经常会上一些大鲤鱼、大草鱼。从这边可以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还有钓竿的，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人在这边钓鱼。贵州大哥他们租的房子就在对面，也是独门独院的房子，地理位置非常的好。很可惜啊，他们已经在贵州那边买了一栋房子，并且装修好了，所以这栋房子已经有2-3个月左右都是空着的，没人住。我买的这栋房子呢，就在上方，也是独门独院的房子。待会儿呢，我们就走上去给大家看一下。这边是有一小片竹林的，平时夏天在这边还是比较凉快。这位钓友估计长时间都在这边钓鱼啊，可能晚上还会钓通宵呢。现在没看到人，估计回去吃饭了。看，那边刚刚有鱼在那里翻了。这个位置的水深大概有6-7米左右，上面是很多竹林，到夏天是鱼儿的一个天然庇护所，所以经常在这边钓上一些大鲤鱼、大草鱼。这栋房子我买了有差不多2年了，一直都在忙，所以这边没过来改造装修。首先我们先从底下这块位置慢慢给大家细说一下。这底下有一小块地，也是一块空地，这是邻居家的。这边有座土坎，大概高2米多左右，相当于也就是这根树以下是邻居家的地方，上面是我们的。其实整个院吧，现在长满了杂草，如果稍加清理的话，这边院子还是很宽的。这边有一条台阶小路，是村里面走到码头，这边洗漱啊、坐船啊都比较方便。房子的旁边还有房子的背后都是竹林，夏天也是挺凉快的。上面有一户人家，
去年还是木房子，1年的时间已经建成了一栋小洋楼。我们的这栋房子是最紧靠着河边的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从这边走下来就是河边的码头了。总共这边的占地面积还挺宽，我在想，我们改造好了之后，可能会把围墙给搭起来，这样子私密性更好一些。从这边走进去，就到了我们的院坝。院坝里面长满了杂草。这栋房子差不多建了20年左右，主人家嫌弃这边交通不太便利，搬上去了，在马路边又建了一栋新房子，所以房子就闲置下来。我在一个有缘的一个环境下呢，把它给买下来。哇，这边还有那种野鸽子。这是一个旱厕卫生间，以前也是一个猪圈，砖砌的。这个位置可以稍加的改造，或者给它拆了，在这边加建一个小房间出来。这个地方还有一块空地，也是可以给它修出来一个房间的。所以说这个位置要好好的给它利用一下。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，楼层高度也就3米多左右，进深有差不多6米，一个堂屋，2个偏房，加上一个厨房。木房子的结构都还比较好，如果不过多的去装修的话，直接打磨上漆，里面的地板重新做下，基本上可以拎包入住。这边通水通电，当然网络的话目前是没通，可以自己牵根线过来就可以了。院坝这边有一根电线杆，这根电线杆比较挡住风景啊，准备叫电力公司的人给它移到一边。整个院坝这个位置啊是一个斜坡，实际上我们的院坝呢是到2棵大树的那个位置是交界处，所以说这边要给它搭个台子出去，这样子的话整个院坝就非常宽了。目视一下，如果这样子搭建出去的话，整个院坝有将近200多个平方呢。以后在院坝最靠前的位置是最靠近河面的，视野啊可以看到很远。这2棵大树啊可以砍掉，当然也可以保留。我觉得这栋房子和我们去年改造河边的那栋房子环境差不多，都挺好。现在我们就走进房子里面给大家看一下。刚刚我是和房东拿了钥匙，之前虽然我买下来了，但是偶尔呢都是他在这边帮我打理，我就一直没拿钥匙。现在准备要过来改造这栋房子，所以现在拿上钥匙进去看一看。先从大门口进去看一下吧。这边就是堂屋了，整个堂屋大概有30来个平方左右，典型的土家民居。堂屋的地面做了一个硬化，可以看到房子的这些立柱、墙板都保存的挺好。2楼基本上是堆放杂物的，这边加上木梯就可以爬得上去，这里还有座木梯呢。再过去的话就是一个卧室，
这个卧室的楼层高度大概只有2米多左右，和我们去年改造河边那栋房子差不多。中间没有隔断墙，整间都是卧室，还是挺宽的，已经铺了木地板，但是这些木地板是有点损坏的。改造装修的过程当中，要给它全部换掉。我在想，堂屋这块也准备给它铺上木地板，这样子整栋房子里面要更干燥一些，舒适一些。这边的2楼同样的也可以用木梯爬得上去。当然，如果在2楼做一个房间出来的话，楼层高度就比较矮。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把这个楼层高度给加高呢？这边也是一个卧室，这边的光线就显得比较暗了，因为没有留门，所以说这显得比较暗。而且地面的话是用水泥稍加的硬化了一下，没有铺木地板。这边的窗户啊都比较小，后期在改造的过程当中，我准备把窗户加宽一些，或者就像我们在河边那栋房子一样的，给它做成全落地窗的玻璃。再过来就是厨房了，这个厨房也差不多有30来个平方左右，整体的立柱都还挺好的。稍微有一点点倾斜，把它扶正，打磨，基本上就可以用了。而且这些幕墙板啊，没有装的，只是给它用一些竖条固定在这边。所以以后在这边我打算做一个开放式的厨房，边上用芦苇帘子来作为一些隔板墙。当然，改造的过程当中肯定还会有变化，到时候我们再结合实际的情况去做。这边有一处碗柜，以前都是直接安装在木板墙之上，相当于嵌入在里面。这些个碗柜都是实木的，还是可以用的。这是农家的一个柴火灶台，3口锅，最前面的是炒菜的，中间煮饭的，最里面基本上以前是喂猪，煮那种猪食的。房子倒是没有多大，以前因为用的是旱厕，用起来挺不方便。现在我们走到后面，给大家说一下大概的情况，也说说我们准备改造的一个方案吧。就从这边走过去，和我们去年改造河边那栋房子一样，我准备在房子的背后加建大概2、3间吧，用砖砌的，把它用来作为卫生间。就在这边，实际上还是有很宽的一个地方。屋檐挑手以下，我们还可以盖点瓦，把它盖出去，相当于这背后就加了2米的宽度左右。这样子的话，在这背后都可以给每个房间做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了。背后的这片竹林也是我们的。当然，这栋房子啊，车子是不能够开进来的，可以停在上面，上面就是马路了。这边距离马路也就4、5米吧。这边是一座石头山，房子是背靠着大山，面朝大河。这边啊，距离城里面有16公里，距离镇上有2.5公里。交通是挺便利的，就是进来的道路有点弯曲，开车的时候啊，还是要稍加注意一些，毕竟我们这边农村的道路都比较窄。
其实把整个院坝打理出来，这条河面是非常美的，视野也是非常开阔。这也是一栋闹中取静的房子，虽然靠近邻居，但是独门独院。如果打上围墙，基本上别人是进不来的。我觉得这栋房子的主体都还挺好的，包括这些墙板、立柱都挺不错。唯独的就是这边的厨房往后面有点倾斜，我们改造的过程当中把它扶正就可以了。这栋房子是有2条路可以进来的，刚刚我们从那边看了，有一条台阶小路，这边也是有一条台阶小路的。当然以前这2条路都是可以通往码头的。这边的路面以内都是我们的地方，外面呢都是邻居家了。邻居家以前这边也是老宅基地，后面把房子拆了之后，这边就变成了土，现在种了一些柑橘，在底下也是种了柑橘。这些土如果后期我们在这边长时间住，可以把它租下来，在旁边种点菜都是可以的。这里有2棵桃树。基本上房子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，盖的也都是我们本地的青瓦，2、3年需要检修一次。刚刚我说的就是房子的背后有这么宽，我们准备用砖给它砌出来，做成独立的卫生间。这背后的竹林都还挺宽，看能不能有好的方法把它给利用起来。上面栏杆的位置就是进村的道路了。朋友们对于这栋房子的改造，看完了视频之后，你们有一些好的想法吗？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。接下来把家里的房子装修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准备在这边开始改造这栋房子了。那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